在初九回答了之后，龙婷没有马上说话，他就静静地看着初九，似是在审视初九有没有撒谎。初九淡定地站着，两位长辈的确是提到了少爷的人生大事吗？他也不算撒谎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龙婷知道初九撒谎，哪怕初九脸不红气不喘的，他还是能看出来，因为初九垂放着的手悄悄地揪了揪他的裤子，这就是他撒谎心虚的小表现。他没有戳破他的谎言，由着他胡编乱造下去。反正他是相信养母以及师傅帮他推波助澜，想让他和初九快点在一起。表白不难，龙婷想表白很容易，他愁的是初九的态度，初九能不能接受他的感情。初九对他有感情，龙婷也能感受得到，但初九执着于身份地位，这才是最难的，无法让初九放下身份地位的心结。就算他表白了，甚至两个人可以发生关系，但初九都不会嫁给他。只有让他不再执着于身份，两人才能天长地久。龙婷并不想逼迫初九，也舍不得，这是他想宠在心尖上一辈子的人，是他想共度余生的他，哪舍得逼迫他。他不逼迫他的养母，他的师傅可能就会在初九面前说些让初九有压力的话，间接逼着初九做出选择。我说追求少爷的女孩子不多，因为大家没有见过少爷的真面目，也就龙若雨缠了少爷一段时间。龙若雨对少爷肯定不是真心的，打什么鬼主意，那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。我还跟穆妈妈说，等少爷以真面目示人了， H 市的那些千金小姐自会喜欢少爷的，不用担心少爷娶不到老婆，只要少爷愿意，想嫁给少爷的女孩子能排成长龙。龙婷哦了一声，就知道穆妈妈他们过来会催婚的，平时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都催。初九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少爷32了，也该考虑人生大事。既然少爷觉得时机成熟要公开身份，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就以真面目示人。H 市很多大佬都很欣赏少爷的，碍于不知道少爷长什么样子，才没有人提出来联姻。龙婷说道，我不想联姻，我有足够的能力让龙腾集团以及以后的龙氏集团发扬光大，如日中天，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。如今放眼整个 H 市，有几家公司能给予我力量的？既然他们没有那个能力，我又何必牺牲我的婚姻去换取？我只想娶我喜欢的女孩子为妻，不管她什么出身什么身份，我爱她，不嫌弃她一分一毫，在我眼里她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子。人一生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娶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妻，余生才会幸福美满。若是联姻只讲利益不讲感情，这种婚姻很难走到底。没有真正感情的夫妻，要过一辈子也很难。初九本能地问了句，少爷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你看不出来？龙婷反问了他一句。初九哑了哑口后，试探地问，少爷是喜欢贝贝吗？少爷很宠妍妍和贝贝，妍妍是少爷的妹妹，哪怕没有血缘关系，名义上却是兄妹。从小到大，少爷也只把妍妍当成亲妹妹，贝贝比少爷小太多，怕是会嫌少爷太老，那可是战家的宝贝，战家长辈估计也不会同意，嫌少爷太远，战家长辈舍不得贝贝远嫁的。更何况贝贝身边还有一个陪着他长大的苏猛。龙婷脸都黑了，他瞪着初九，他对初九的感情傻子都能看出来，初九那么聪明还感受不到吗？居然说他喜欢贝贝。是，他是喜欢贝贝，但那种喜欢是很纯粹的，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，并无男女之情。贝贝比他小了那么多，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呢。初九瞧见龙婷的脸黑了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少爷，我就猜的，认识你这么长时间，除了师姐妹们，能近你身的年轻女性也就妍妍和贝贝，得亏战家的长辈们不在，让他们听到了我以后，想踏进悠悠山庄都难。他们会防贼似的防着我。龙婷有点哭笑不得的道，不管是妍妍还是贝贝，在我心里都是妹妹，我对他们有的是亲情友情，唯独没有爱情。你那么聪明看不出来，还在这里胡说八道。妍妍有欧阳浩，贝贝有苏萌，
我可不想抢别人的心上人。初九讪讪的笑，不好意思再说下去，他不敢提自己。少爷他配不起。虽说少爷现在和他一样都是孤儿，但少爷的来处至少清晰，不像他连来处都不清晰。而且少爷还有师傅，也有养父母，还有很多兄弟姐妹。他就算跟着少爷教木妈妈，叫师傅，木妈妈没有正式收养过他，师傅教他的时间也不长，也没有正式拜过师傅。师傅说过的，他只收一个徒弟。知道初九的脾性，龙庭知道问下去他也不会说的，只得缓和了语气说道：很晚了，你抓紧时间去休息一下，那些人估计2、3点就会过来。初九暗吁一口气，终于可以暂时不用面对少爷了。木妈妈和师傅那样问了他之后，初九此刻最怕的就是和少爷独处。以往2个人郎有情妹有意，但没有人去戳破，他不会多想少爷，也不会有多余的举动。2个人相处得很好，被木妈妈他们一问，那层纸似是被戳破。初九承认自己此刻有点心乱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和少爷的事，他想的是一辈子跟在少爷身边，这是他答应了师公的，是他一辈子的承诺。你似是松口气，怎么现在不想和我待在一起？初九，没有的事，少爷想多了。龙庭哼了2声，最好就是我想多了，回去休息吧，少爷也要休息一会儿，外面都安排好的了，只要他们赶来，就会跳进咱们挖好的大坑里。知道了，明天用过午饭就去 A 市了。木妈妈他们过来也是冲着拍卖会来的，初九在心里嘀咕，2位长辈明明就是冲着他和少爷来的，这话他当然不好当着龙庭的面说出来。初九走出龙庭的书房，关上书房的门后，他还在门口站了片刻，这才下楼去。穆晴和程玲玲已经吃完了他们的宵夜，穆晴在厨房里清洗碗筷，程玲玲还坐在餐桌上，妯娌俩在聊着什么。听到初九的脚步声后，程玲玲就不说话了。初九想去帮穆晴洗碗的，穆晴已经洗好，不用她再帮忙。穆妈妈，以后这种事等我来做。穆晴说道，我又不是没长手，我能自己干的事情自己就干，不需要等你来做，你一天天的那么忙，也很累的，回到家里就要放松放松，别操那么多的心，我和你师傅又不是娇气的人，洗2只碗死不了人，不用一副对不起我们的样子。放好碗筷后，擦干净手上的水珠，穆晴转身轻捏一下初九的脸，你师傅说的对，手感是差一点没有18岁时那般好了，你要坚持保养，吃的用的都要坚持，护肤品没有了就跟我们说，给你寄过来。咱们女人呀，首先得好好爱自己，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你指望谁来爱惜你？初九失笑，穆妈妈，我只是曾经有过18岁，现在都快30了，哪能还和18岁时相比？美容的我是天天都吃，护肤的我也是天天在用的，我很注意保养自己，只是年纪来了，始终不如10几岁的时候嫩了。他还天天练功，又跟着少爷风来雨去的，再怎么保养，皮肤都不如以前。你还年轻得很，你都说老了，那我们岂不是老掉牙？穆晴笑道，咱们心态要保持着年轻状态。穆妈妈人老了，但心态还很年轻的，总觉得我才18岁，可我儿子都快30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就几10年过去了，仿佛他昨天还在读大学，转眼间他都老了，儿女也快30岁的人，时光就那样偷偷溜走。你怎么还没有去休息？赶紧去休息，不用管我们了。我们也准备过去休息。穆晴催着初九去休息，知道他俩不走，初九是无法静下来。妯娌俩很快就离开了主院，主院旁边便是药园，那是方便龙庭打理他的宝贝草药，每一种草药都是他精心养着的。妯娌俩吃了宵夜，虽没有吃撑，却也要在院子里散散步，才换回药园里，各自回自己的房间洗洗睡了。与此同时的龙家老宅安静得很，除了院子里的路灯还亮着，屋里早已熄了灯，但这是假象。龙老头子并没有睡，他还坐在沙发上，龙拓则站在他的身边等着他吩咐。黑暗中，龙拓问父亲，爸，他们昨晚揍了我们的人一顿，还闹到警方那里去，计划还要实施吗？
想必叶龙庭那边已经做好了防范吧。龙老头子没有马上回答儿子，他沉思片刻才说道，哪一次人家没有防范？那小子住的地方就像个铁桶似的，想进去很难。正因为动过手了，闹得那么大，咱们吃了亏。他们肯定想着咱们吃了亏，短期内不会有行动，就会放松一点警惕，按原计划行事。不过任务目标改一改，只偷信物不伤人，也难以伤到他们。现在龙老头算是明白叶龙庭为什么那么厉害了，原来他就是程玲玲唯一的徒弟。穆晴说的有人看中了龙庭，指的是程玲玲相中了龙庭的资质，所以穆晴就将杨子送到程玲玲的身边学医学功夫。程玲玲一身毒，不说她的功夫竟然莫测高深。听昨晚的保镖们说，程玲玲出手快准狠，他们往往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程玲玲揍了，感觉程玲玲的功夫比叶龙庭还要厉害。也是，人家是当师傅的嘛。现在偷到信物最重要，龙老头说道，信物肯定在叶龙庭家里，他肯定也能猜到咱们想偷，有可能随身带着，也有可能锁在他的保险柜里。龙拓说道，爸，若是他随身带着，咱们不好偷呀。那么重要的东西他也会藏得好好的，咱们连进他的庄园都费劲，想偷走那么贵重的东西难。要不把咱们今晚的计划取消吧，想偷信物得请个偷技了得的人帮忙。听说以前有个神偷，他就特别的厉害，他想偷的东西没有偷不到的，咱们花重金请神偷帮咱们偷家主的信物，那样岂不更好？花点钱能拿到东西，就不用自己去偷了。跟叶龙庭交手无数次，龙拓心里清楚得很，就算他们派出去的都是死士，都不是叶龙庭那些保镖的对手，更不要说叶龙庭和初九两个也是一身毒，跟他们的师傅一样，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就撕点毒粉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昨晚那几个保镖中了羊粉的，抓成什么样子，龙拓是看到了的。龙老头抬头瞪着儿子骂道，知道叶龙庭就是龙庭，也是穆晴当年捡到的那个孩子，你还指望神偷？神偷是几十年前的传说，他归隐山林时，你爸我都还年轻得很，那时候听说他都老了，如今早就化作一堆黄土了，还去请他，去阎罗王那里请。神偷有个亲传弟子，偷功也是了得，但你知道他那个徒弟是谁吗？是望城兰家的家主夫人许素素。许素素是谁？那是穆晴的亲大嫂，你都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关系就说请神偷帮忙，你将咱们家底掏空也请不动许素素帮忙呀。龙拓，兰家的家主夫人是神偷的徒弟，他不知道呢。兰家在望城那是名门望族，纵横望城过百年的大家族，他们家的家主夫人居然是神偷的徒弟，怎么娶个做贼的呀？许素素本身也是豪门出身，她父母双亡，是姐姐养大她的，姐妹俩都嫁给了穆晴的哥哥。她姐姐许楚是那边 A 市许氏集团的当家人，嫁给了穆晴非亲生的哥哥穆志远，而许素素则嫁给了穆晴的亲哥哥兰征。穆晴和两个嫂子的关系都非常好，你说人家怎么会帮咱们？龙拓无话可说。